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谢彦斌，让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国际局势哦。那现在呢，俄军攻势的猛烈，那泽伦斯基开始求助了。那俄军狂轰乌克兰呢，造成全国性的停电。那红军城也遭到包围了。那乌军用无人机血战来反击啊。那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空中目击约有25枚飞弹飞行，攻击导致多地局势进一步恶化。那这个就包括这个普希金诺啊、乌克兰卡啊、红军城啊这些地方都遭受攻击哦。那红军城的周边呢，俄军正从南部逐步包围该地啊。那俄军继续向普希金诺和乌克兰卡方向推进。那扎里亚定居点的战斗也越发激烈。那俄军采取东部突袭与北部进攻的策略，有效分散了乌军的兵力哦。那实际上，俄军新高超音速导弹真果树爆炸可达4000度的高温呐。那白俄说给我也来几颗，也就是白俄罗斯也对这个很心动哦。这个卢卡申科也觉得白俄的总统说，近期那个俄罗斯总统普丁恐吓称，俄军已经开始对真果树进行量产，并用于瞄准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他希望他能够将部分真果树导弹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以对北约啦、对那个白俄罗斯周边的这些敌人来产生恫吓的作用哦。那我们打1发炮弹，俄军就回敬50发，这是乌克兰前线大家已经快撑不住，因为武力太过悬殊哦。那据说爆发了逃兵潮，那乌军的逃兵表示，我们打1发炮弹，俄军就回敬我们50发，凸显出战线上资源极度匮乏的窘状。那也使乌克兰未来若与俄方进行停火协商的时候，恐怕处于非常不利的一个地位哦。那中时的报道说，泽伦斯基会愿意割地停火吗？那一个条件达成就结束俄乌激战了啊！即使普丁不归还目前被占领的土地，那我可能会同意与莫斯科达成停火协议。不过先决条件就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泽伦斯基好像开始已经愿意做让步了，甚至说可能呢在割地赔款的情况下，就是达成停火协议，但是问题是条件还是要加入北约。那北约会愿意让他加入吗？那再来呢？肖兹也想当斡旋者了。那马斯克开始刷存在感。那就跟普京通话后呢，肖兹跟乌克兰总统首次通话，承诺继续援乌哦。肖兹10月29号与乌克兰的泽伦斯基通话，那肖兹向泽伦斯基保证德国会继续军援乌克兰。那泽伦斯基也证实两人通话，还提及肖兹详述了先前与普京谈话的内容。肖兹则对于他跟普京的通话进行辩护，表示这是他们两人近2年来的第一次直接沟通。肖兹说，重点是要告诉普京，不要指望德国会减弱对乌国的支持。那真的是这样吗？他打个电话去，就为了去告诉他说，我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那这个也蛮奇怪。那美国施压乌克兰调降征兵年龄到18岁，泽伦斯基拒绝了。他说，基辅不会用年轻生命填武器缺口。那马斯克也发声批评了，说美国敦促乌克兰下调征兵年龄下限到18岁，你还要让多少人死去啊？那有网友在 X 上分享美媒相关报道截图，并对此评论称，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啊。那马斯克在该网友的贴文下面，接着就下着评论说，还要让多少人死去？其实这真的是让人家看得非常难过。难道真的要再死这么多的年轻人吗？那中朝俄步步紧逼欧美了吗？那大陆这边宣布，中俄在日本海空域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哦。那11月29号，中俄在日本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9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那玉渊谈天，这是大陆一个部落格指出哦，中俄今次联合行动的最大亮点是中国首次派出国产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N 参与，也是中国空军走出去战略迈出的重大一步。那金正恩也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长，讨论两国关系跟地区局势的议题。那金正恩还对乌克兰的事态发展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啊！近期美国采取的反俄罗斯措施是使冲突长期化，威胁全人类的不负责任行为，那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那北韩加强援俄攻乌了吗？那俄罗斯防长到访平壤，他可能语带玄机的贝洛索夫表示呢，俄方乐见与北韩扩大合作，包括军事层面。他说，双方合作是为了降低区域战争的风险。那真的是这样子吗？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小舰长，你觉得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的局势到底发展如何？现在其实俄罗斯已经打出心得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讲说他那个
乌克兰发射1枚，然后就得到50枚的这个炮弹的那个回敬啊。那其实这是什么状况？这个也就是炮兵定位雷达。那这个它叫做 Zoom Park。那这个炮兵定位雷达，它其实就是相位阵列雷达。你只要火炮，无论是你榴炮或者是迫击炮，你打出来之后，它就立刻解算你的弹道。那解算弹道之后，立刻通知用 Data Link 通知他的友军立刻还击，就是他还不一定落地了，那个反击就已经启动了。那我们这样讲啊，其实之前在7月的时候，乌克兰打进这个库斯克，大家都说，哎呀，这是胜利计划。其实他的胜利计划只是想说啊，是不是能够在谈判区间里面能够多得到更多的一些筹码。但是现在看来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筹码了。然后而且还不断的在那边释放假消息，说是我们说是不是会把当初的这个乌克兰的核弹啊还给乌克兰？那个不是都销毁了吗？而且已经30年那个都没有，就算是没有销毁啊，30年都没有维护过的核弹，你敢用吗？会不会先把自己给炸了？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不过啊，我必须这么讲啊，美国真是一个很残忍的国家，他要求18岁以上的这些青少年到25岁，因为现在他们乌克兰征兵是在25岁以上啊，那他要求18岁到25岁，你不是把人家火种都打灭了吗？你是不是很狠啊？那我直接调出来一个，也就是有关于乌克兰现在的人口金字塔，他要把这一个现在还就是年轻力壮的这一个火种的部分调出去，那个调出去直接送上绞肉机啊，直接送上战场。送上战场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人家电脑有预测过，如果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到2045年，我们就看到他的那个无论是男性跟女性啊，人口都非常的少。那其实啊，乌克兰本来就是一个贪渎非常严重的国家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叫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怎么可能拿到的这个迫击炮弹是失效的炮弹呢？失效的炮弹到底有多可怕？因为它不是打下去不过火而已，那你要来做出故障排除啊。那你在做故障排除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啊被歼灭啊？那也就是啊。这个是现在乌克兰的惨状啊。那另外我们讲到中国跟俄罗斯的第9次的这个战略巡航啊，其实他们的战略巡航越来越复杂，也就是我们看到说，它从日本海一直到东海啊，那而且呢，它有不同的编组来进行，而且这一次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也就是轰6N，轰6N是什么？它前面像个独角兽一样，它可以做空中加油，也就是我这边黄色圈起来的地方，而且编队越来越完整。什么叫编队越来越完整？也就是连这个对不起，是那个运9的电侦机也包含在内啊。那我们这样子看啊，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到上一次啊，直接去在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到北极圈内，上一次就是这样，上一次还有派有预警机啊，那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空警500在内，然后而且那个俄罗斯他还派了苏凯30跟苏凯35做护航，大家以为只有如此啊，不，运20也出动在附近的机场，也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编组越来越完整，这个才是民进党最怕的。那请教苑老师哦，真的有可能以加入北约的状态下去结束乌克兰这场战争吗？好，这个是泽连斯基自己在做阳春大梦了。目前为止的话呢，因为川普他在竞选期间最显著的、最着人耳目的口号，就是24小时内要结束俄乌之间的冲突，所以说川普老早就已经派出他的特使正在协商。目前为止的话呢，初步得到的结果是普丁不但不买账，而且加强攻势。
普丁在2024年，现在是12月准备开始了，他所得到的领土是2023年的6倍之多啊，然后甚至于在1个月内中的话呢，就已经攻下了非常大多的这个领土。这个不说啊，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有上百万的人处在一个没有电、没有水啊、没有气的一个状态。大家要知道啊，乌克兰不是台北啊，现在大概零下20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乌克兰老百姓过得非常辛苦。乌克兰的老百姓的民意调查，超过1半以上愿意宁可割地啊，都愿意停止战争啊。那么所以呢，泽连斯基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对川普最后的呼喊呢，就是你不要弃我们而去。川普现在为了想要忽悠他啊，就是说好，20年内绝对不加入北约啊，20年之后再说的不可能，大家都忘掉，搞不好乌克兰这个国家都不存在了。但是这里面事情啊，出现了3点呢，其实是讲起来非常难过的事情。首先，第一个，18岁到25岁的人征兵啊，说句良心话，任何做这种提议的人，美国人自己18岁的人过来都不行啊！大家都是贪不贪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多乌克兰都已经跑掉了，有钱人都跑掉了啊！这个其实跟台湾的情况差不多了啊，所以说我们这边还喊什么乌克兰台湾什么，这个其实是很不负责任讲法。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已经充分的了解到，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冲突的话，导致中俄之间的联手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这个大家知道。刚刚小舰长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他们军事协同的话呢，我都不知道多少次了，说据说一天是第9次，那他们搞得这么密切，那么俄罗斯现在跑到韩国、日本这边，到东海来，到鄂霍次克海来就，其实他们的这个舰指的是日本嘛，这个情况非常明显。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这场战争打下来，真的对大家心中的美国那个印象极其负面啊，非常负面。尤其是拜登的话，真是可恶啊，就是又坏又笨啊。笨当然不用讲了啦，好像因为老可能变笨了一点。但是他坏的原因是因为他利用最后剩下不到50天的时间的话呢，出了一大堆鬼点子。这个鬼点子呢，包含了给这个长程的武器给乌克兰，乌克兰拿了就发射啊。打完以后的话呢，那个库尔斯克的本身这个战略失败，他在里面乱打，这个炮弹通通打到俄国境内。然后另外的话呢，现在发地雷啊，这个地雷是最无耻的武器啊，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人，只要经过的地方的话，通通杀掉。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拜登的话呢，本身啊，赶快利用这个机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的话去那边继续乱轰乱打的，人会死啊！这个战争啊，真的不要发生啊！这搞成这个样子，事实上 BBC 讲得非常清楚啊。现在泽连斯基的话呢，我跟你讲，他能够活着都不错了，还不要加入北约，要加入北约，这个都不是选项。是看起来拜登在最后这个阶段是持续的就要努力支撑住乌克兰，让他至少在他卸任前不会倒下去。那曾文琪老师，您认为到底这乌俄战争到底可不可以尽快结束？大家都在看川普上来是不是一个机会了哈，所以双方都在加紧攻势，尽量扩张地盘，然后把自己的优势，因为谈判后面还是军事力量做这个结果。我认为俄国的态度是这样，他可以随时准备，但他已经不像过去说好赶快来结束，那你不结束也可以。所以你看他那个攻势跟那个态势，现在是问题是你泽伦斯基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还可以下台的，这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你看德国，包括一些国家已经慢慢觉得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所以总体的形势是比较有利于可能停下来。不过呢，停下来之前呢，像我以前呢，谈判之前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大家都打得更凶。所以你看这个，包括他俄乌战争西边有事之外，其实后来都扩展到东边。那金恩这个北朝鲜就加入这个战圈里面。那老共昨天就搞了这个所谓的空中联合的这个战略警巡，他除了那个这个台湾附近的这个战略巡备之外，他还在搞这个，这个不是第1次，是第9次，但他也可以早一点，也可以晚一点。为什么选择昨天？我认为他是一举多得，顺便也警告你一下那个赖清德，为什么？日本人最喜欢搞，那台湾有事就日本就是有事，好像一副跟他的事和他的事。老共的态度就是说，台湾有事，我要武统，没有你日本的事。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横加插手，要来惹是生事，我就搞得你到处都是事，让你不得死不得活。你要让你出事，让你知道后果怎么样。所以他需要透过跟俄国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警备。除了震慑南韩之外，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往南震慑日本，往北就告诉美国这边有事，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前面讲说，他借机他说顺水推舟，因势利导，他就把这个演习就搞下去。而且他那个玉渊谈天那个公众号大家都知道是等于是
官方的所有的民众啊，他就可以还跟你告诉你重点在哪里，还怕你看不清楚，说这次有什么特色啊？那个第一次走进去这个，这他就摆明了就是跟你示威。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没有一个。然后金正恩为什么讲话？其实西欧那边啊，这个所谓把导弹这个放宽攻击到俄国本土，普京已经在讲说，再来就是升高到核战。金正恩这地方跟他呼应，怕全世界没看到，他还讲说，美国如果你继续搞，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事实上是跟普京东西呼应，所以你整看，在东边这边，大家也都在准备之中啊。所以这个年之前啊，看起来没那么好过。所以真的是，如果要停火之前，才是最危险的时刻。是停火之前就是最危险的时刻，但是希望大家真的都有机会过到一个好年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让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国际局势哦。那杜鲁道急找川普求情救民调了吗？那辉达、英特尔都想扒着马斯克了吗？那大陆准备好了对付美国哦。据说联合报的报道，延长美商品加税豁免为期仅3个月，大陆为关税战预做准备了。那对包括印刷电路用那个副铜板啊、镍镉蓄电池啊、那光通信设备的雷射收发模组等124项产品，继续不加征为反制美国301条款措施加征的关税。那北京似乎意料到，川普明年1月20号上任后难以避免的关税大战，届时至少手中还有一些应对措施为迎面而来的关税战预做准备啊。那川普这边呢，扬言课征加墨25%的关税。那据说杜鲁道就紧急的跑到佛州去见川普哦，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杜鲁道已经抵达佛罗里达，将与川普会晤。那预计和一些内阁官员参加晚宴，讨论关税等问题哦。由于过去几年经济放缓和生活成本迅速飙升，那民调显示杜鲁道领导的自由党将于明年10月下旬大选输给反对党保守党，所以杜鲁道现在开始也变得岌岌可危了。那马斯克反而是顺风顺水了吗？那美政府每年浪费4870亿元，还乱送钱。马斯克揭开支荒诞，要优先大砍这批人。这批人是哪批人呢？他说，联邦政府有7967栋空置的建筑，这些大楼本应用于办公，但大量雇员远程办公，这些建筑不仅空无一人，还需支付每年高达150亿美元，大概4870亿台币的电力、物业和维护费用。他可能就是等他上任之后，要全部把它砍掉。那马斯克呢，跳舞逗乐川普过感恩节，那网戏称像是新养子，说马斯克像是川普的新养子吗？那川普在海湖庄园举办了豪华派对，马斯克跟川普一家人共度佳节，还跳一小段舞，那逗川普的开心，被网友戏称是川普的新养子哦。那有美国的学者说，这段情谊恐是昙花一现，川普自我的个性恐容不下其他天才外，马斯克的高调作风也可能成为两人未来关系破裂的导火线。其实已经非常多的人都预言他们两个未来关系会破裂，可是至少目前人家关系好得很哦。那伊隆马斯克透露将透过SAI 成立全新的 AI 游戏公司，将让游戏产业再次伟大，也就是他预期将创造他认为有趣的游戏内容，并且透过创新技术推动游戏产业的成长。那马斯克还开口要黄仁勋给我更多的 AI 镜片，10万翻倍到20万颗。那辉达主管叫苦说，我们供应链不堪重负哦。这是 WSJ 的报道，辉达内部电子邮件透露，马斯克对 AI 晶片的需求已经使供应链运作不堪重负。那辉达发言人回应，公司正在努力扩大供应，尽可能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那求助马斯克买英特尔的处理器吗？那基辛格据说也去朝圣了这个 SAI 哦。那晶片大厂，大家是不是都要扒着马斯克？因为马斯克现在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本身是一个富豪，那有很多晶片方面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他在川普面前又说得上话，是当红炸子鸡哦。所以大家都集中到他这里来了吗？那美国是不是看不惯中日的关系改善呢？这 Uniqlo 表示说，我不用新疆棉花。那这一语马上冲了微博热搜，那中国网友立刻扬言要抵制了。那刘景正接受 BBC 专访，首度明确表示，产品未使用新疆棉花，也使优衣库成为新一波中国网友挞伐跟抵制的对象。然后优衣库的讨论就洗版了微博的热搜哦，很多网友纷纷都在讨论。
那美国2022年对新疆进口商品实施严格限制，许多国际品牌也纷纷下架使用新疆棉产品。当时身为日本首富的刘景正拒绝证实或否认优衣库是否使用新疆棉，并称他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拒绝选边站的决定，那让 Uniqlo 在巨大的中国零售市场上持续受到欢迎。那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呢，就说希望有关企业能排除政治压力和不良干扰，独立自主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商业决策。那石破茂说呢，愿跟中国进行各层面沟通，在可合作的领域合作。那可是日经这边说，中国将逐步解禁日本的水产品。那共同网说呢，中国30日起恢复对日免签，最长可停留30天哦。那看起来中日之间好像慢慢在解冻。那可是在美国这边媒体弄了 Uniqlo 突然说出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到底代表了什么意味呢？那苑举正老师你怎么看？好，我直接就回答 Uniqlo 的这个观点。好，我个人的看法了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刘景正他自己表示说，我们 Uniqlo 这个牌子当中没有用到新疆的棉花。这是个事实啊，如果是个事实，我觉得也不用抵制，因为什么呢？因为新疆的棉花它是这个长纤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品质的棉花。那你不用的话呢，你看看Uniqlo穿的衣服跟以前有没有不一样嘛？对不对？像我个人本身的话呢，皮肤很特别，我一定要穿全棉的东西。如果有一点点不是全棉的话，身体就会起疹子。那你就是要看你实际上的产品。我觉得刘景正讲这句话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受到莫名其妙的压力。他本来想保持中立嘛，那但是他里面透露一个讯息，就是说所有的厂商在大陆的话呢，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是说是你要配合。新疆是个非常特别的地区，我们心里都非常了解，因为新疆本身的话，对于外国人讲，尤其西方国家认为说你这个维吾尔人的话跟汉人的话呢，不可能没有冲突。所以说基于这个缘故，那其实我去过新疆，我到过哈密什么，除了街上，这个街上都在跳舞啊，然后各式各样。我觉得发展的非常好，根本没有说是外国媒体所宣传那样东西。所以外国宣传的媒体的话，将近快7、8年了，都找不出个实力来讲啊。大部分的实力证明都是逃出来在外头的那些新疆人，那些人的话呢，都乱讲不负责任的话。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 Uniqlo 也面对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急着抵制，就只要说明不用新疆棉的下场就够了啊。但是呢，你这里面讲到说是大陆的话呢，面对了美国的压力，确实是非常大。这里面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川普，因为这一阵子我们系上啊来了很多这个外国人啊。连这个法国人啊、德国人啊，他们都非常紧张、非常焦虑。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永远不知道川普到底是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会干出哪些事情来。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不确定性。川普本身就代表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另外的话，有关于关税的事情啊，我觉得说第一任川普的时候，在2018年5月的时候，从开始就是这个制裁这个华为跟中兴的时候的开始，大陆经过那么长久的准备啊，我发觉啊，因为出口、消费、投资是一个经济发展的3大支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目前为止大陆说啊，输出美国东西啊占的比例很低，但是跟东南亚的交易啊，跟拉丁美洲交易很多都是间接加一个工要到美国去的，所以美国现在在这个针对这个情况来做这个对大陆的这种贸易上的打压的话。大陆确实是蛮紧张的啊，实际上我们平常跟大陆了解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公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今年度2024年 ，iPhone 的库克到了大陆3回，每次都在讲这个 iPhone 的这个销路啊 ，iPhone 的市场啊，中国市场非常重要。大陆也没有说什么，你来这边卖 iPhone 的话，我只有听过大陆人爱用 iPhone， 没有听过美国人买到华为啊。那这个其实讲起来就有点荒唐嘛。那么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差别，你就可以发觉说，美国真的算不上一个大国，你知道，小鼻子小眼睛做任何事情，因为拿关税，大家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会发生2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这个大家一起搞关税，搞到这个结果的话呢，就是产生最后彼此之间相互报复的结果。那加拿大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也是2手策略，一方面说你不要搞我，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如果你要搞我，我就搞你。但是我觉得川普讲这句话，在美墨加关税25%，真的是有一点无法无天了。因为美国跟墨西哥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北美关税同盟，他们讲好是属于自由贸易区的，你不能够说是当了上总统以后就乱七八糟乱搞。
这个做法上来讲，甚至于加上 WTO 的话呢，都是美国自己，没有美国的支持，怎么会有 WTO？ 怎么会有北美关税同盟？你现在突然上来一个说不要就不要，那现在说大家看了，川普会不会再度从那个这个巴黎协定里面就有关于气候的部分再撤退出来？那我觉得美国本身来讲是一个没有信用的国家，本来就是个道德不高的国家，再加上没有信用，那我不晓得他如何在世界立足啊。是，其实跟墨西哥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是川普自己签订的，他现在上来到底就要反掉他吗？那我也想请教一下郑升旗老师，你认为马斯克真的在川普面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这个关系能够维持多久？我先讲一下美国吧，关税大棒这样哈。那过去包括我们台湾主要是被列入制裁名单，什么301都吓得要死啊。那过去中国大陆也是吃了很多苦头，可是这次我认为是不一样。川普还没有上来，他就已经先反击了。中国大陆最近很多动作啊，除了打飞弹呢，包括这个珠海这个航空展之外，其实是他前个阶段，他连那个 T 是个非常重要的，他就开始限制了。那这一次，明天12月1号，他有个很重要的东西铝，他就取消退税。那取消退税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他们退税高达13%。如果这个厂商没有这13%退税，他不就是亏本了？结果中国大陆宣布取消退，伦敦的那个价格马上上涨了8%，那什么意思？那不可能做亏本生意嘛。重要是中国大陆的这个铝是世界的霸主，35%是供应全世界的，是非常厉害的。那你这今天这一弄过去的时候，先让美国自己好啊，你要给我加关税，我让中国大陆也可以制裁啊，可以反制，让你那个内部的生产。因为这个东西升高，成本升高，你自己的物价上涨，你真的能够受得了吗？他不止这样，他有好几个动作，还包括在沙特阿拉伯发行美元债，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完全屈服，跟他谈判，我要干就来，甚至他是怎么样？这个以战止兵，就说要干，大家清楚一点，你去干加拿大，你去干墨西哥，我没什么意见，你真要跟我干，那你就衡量衡量。所以我是说，这个字的态势不太会跟过去一样。同样。马斯克这个事情，我知道大多数人都看衰了哈。我认为这好几种原因，一种有些最眼红，说妈你这小子忽然间凭空这么行善，有点嫉妒眼红。那一种意见可能就是说，那些要被他砍的，就当然不希望嘛，就尽量给他唱衰，尽量给他唱衰，看看会不会垮。另外一种就是说，有一种是看好戏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反美的啊，多么希望说啊，如果这个搞下去之后啊，一团乱，那结果就垮了。因为一般这个体制外进去的，不太容易能够在体制内真正长期能够跟着。不过我还是比较保留了。刚刚我们私下聊天说，洪胜案说有人看他下，不要小看他是我见过的有能力的坏蛋啊，未必能够那么的如我们所愿。所以我说，我态度是一件事情，可是客观事实是一件。我认为第一个。川普已经是到了背水一战了，他一定得做这样，他等于是内部也要进行革命。他内部这个革命没有成功，他外部怎么样吹这个棒挥那个棒，反而不见得有实力，因为内部已经烂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跟马斯克是有结合的可能。第二个，马斯克我认为这个可能比郭台铭高明一点，郭台铭好像很厉害，经营事业很厉害，政治上就不太行嘛。我认为马斯克不要低估他。第三。他的一个策略，我到目前为止观察，他是走群众路线的，先开名单，取得大家支持，这个不见得是那么笨。那结论是，历来不要讲说川普加上马斯克，从来政治改革、制度改革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所以不见得是因为他的什么个性比较张扬啊，什么新娘子，好像洋洋得意，好像不这个有点驻闯丛林的这个小白兔，不见得。本来就很困难，所以拜多这个甚少。第二个，我反而觉得他们这一次的条件未必一定会落马，所以大家看衰的心情还是收敛一点，给他们一点仔细的观察啊。好，最后请教小舰长怎么看？我们这样讲啊，中国大陆这次因应川普的这个变局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最新公布第3季度的这个有关于中国大陆对于美债的这个持有啊，它直接抛售了513亿的美元啊，那非常大的一个数量。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就是早就准备好，你川普再试试看。另外呢，那大陆对于关税也做好准备了。以前他们一次啊，也就是对于这个豁免关税一次都是维持7个月，这一次只有3个月。那这个3个月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就是到明年的2月28号，到明年2月28号，也就是川普你刚上来。我就观察你1个月，你到底要对中国大陆怎么样？你如果怎么样，大家走着瞧。另外啊，
我们一直看到加拿大跟着美国一天到晚穿台海到南海到处生事，结果呢，一换川普，你就是第一个被瞌睡的对象。来看看拜登啊，我们这几天新闻看起来都知道，拜登虽然任期剩下不多的时间，可是他很忙。忙着不管是俄乌战争或者是中东的战争，那结果呢，他还去了非洲，就在卸任之前夕，他还造访了安哥拉。12月2号第一次他去访问非洲，尽管他任期要结束了，但是他还要强调啊，是安哥拉在非洲大陆跟国际地缘政治很重要。那美国媒体说，这是美中在非洲竞争的新战线嘛？因为前天我们才告诉大家说，习近平才刚去访了摩洛哥，有一些布局在非洲，但是呢，被说是冷落了吗？虽然他去了非洲，但安哥拉强调我们没有要帮忙对抗中国。他的意思是，这个重大的非洲开发案是美国资助，没有错，1300公里长的罗必多铁路走廊，这个走廊这么长，那据预计要募集超过40亿美元的投资哦。不过造访前夕呢，安哥拉总统却直接跟《纽约时报》受访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们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就算你带再多钱来都没有用。其实他是不是也很清楚的知道，未来不一定会继续给嘛？以川普的个性是如此啊。那安哥拉不会选择美中之间的选边，世界不是只有2个国家所组成的，看起来够直白了吧？还有尼泊尔打破过去的陈规哦，尼泊尔总理当选之后呢，第一站访问的是中国大陆，而这12月2号到5号之间的，并不是像过去第一个就往印度去走。7月15号上任之后做的这件事情呢，被认为在这个押宝啊，或者在国际的关系上面做了选择。王毅在成都跟尼泊尔外长见面，那被说双方的关系是非常可靠的而稳健。那还有啊，俄罗斯跟北韩、朝鲜呢，金正恩接见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啊，互相除了在军事援助上面物资的提供之外，也谴责美国继续援助乌克兰的飞弹。那他们认为说，现在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就具备了防卫正当性吗？金正恩出来再次帮俄罗斯战声了哦。那俄罗斯国防部长也说，俄方乐见跟北韩扩大合作，越来越多的项目。但乌克兰本身红军城已经告急了好久，团团包围，现在是直接在整个乌克兰的电厂、电力、能源系统全国的被轰炸之后，最团团包围了。甚至乌军说用无人机血战反攻，不知道到哪一天还可以撑到哦。情况是很危急的。德国呢就把这个对红军城做出令人失望的预测，这个是由俄国的国防部特别参谋长说的，红军城最快年底之前就会陷落，乌军将不得不被迫撤军。下一步当然。红军城导致今夜的崩溃至少60%，因为这是他们乌克兰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焦煤跟钢铁生产的一个地方啊。红军城失守，乌克兰的冶金工业直接下降50%以上。现在乌克兰逃兵说啊，不是我们不想打啊，是我们打了1发炮弹，俄军回多少？回50发呀，凸显了现在各种的资源匮乏，根本就非常不利。那甚至成千上万的官兵都心力交瘁。乌克兰的分析师警告，现在逃兵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放弃岗位的情况越来越多。而泽伦斯基呢，他首度公布他有个停火条件，他说，如果乌克兰现有的控制领土被纳入北约保护伞之下，他还在强调北约就可以跟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我想他都还在做挣扎啦但这些都是在川普当选之后，几乎都要打回原形，立刻面对现实的一件事。将军先来看看拜登临去秋波去访问非洲。拜登呢，真的很糟糕了，已经剥压了吧，就在家里安静点嘛。到非洲去，你这个人家安哥拉为什么讲这个话？他对你这个承诺这个支票根本一点信心都没有。川普会接着做吗？有问题。而且看远景来讲，基础建设投资最好的是中国大陆。他今天如果是口口声声还在跟美国合作，将来就不要跟中国做生意了嘛。所以他会选一个观望的角度。我不选边站，你要投资欢迎。川普你要来那更好，不来也就算了，收钱嘛都好。这是我们各过一半。我拿我的专业看这那俄乌战争，我记得2年前我就在柜台讲过，要和谈呢，总有一方是打不下去的，是才有和谈的契机。
现在我们来看乌克兰的这个状况，我们带兵的逃兵多，代表什么？军心、军纪、士气都没有了。第二个，整个单位从旁边跑掉了。我们在战史上看很多啊，包含德国最讨厌罗马尼亚的部队在旁边，为什么？侧翼不安全，侧翼不安全，主力就会被包围。因为你通常把次要的部队放在两翼，我的主攻部队在中央去直取战果，但是我两翼要起码的安全。为什么用比较弱的战力呢？因为防御是比较容易的一点。那乌克兰现在他还不是盟军哦，还是自己的部队哦，整个单位跑掉了，那你主力怎么办？第二个，弹尽加上援绝，弹尽什么？他自己讲的，我们打一发炮弹过去，对方回50发。还有一个消息 ，CNN 去访问一个狙击手，那狙击手怎么讲？我旁边那个副手都没有了，因为真正的狙击手旁边要有一个拿望远镜去搜索目标，要去测风向，要做很多事情，给你上弹链或者什么东西，狙击手才能专心一致的去射杀目标。他变成一个人作战，那通常战术里面，部队里面啊，狙击手很重要，他可以打人家的指挥官，而且他远距离就可以狙杀，所以大家对狙击手训练要投资，旁边还要有最好的资源，他旁边连副手都没有，代表什么？这个部队已经差不多了。第三个，我讲他动员要到18岁。第四个，为什么俄罗斯拼命打他的能源？因为俄罗斯看到乌克兰的民调里面，原来誓死保卫祖国的80%、90%啊，很强啊。现在愿意和谈的有51%，就代表什么？民心已经厌战，不想打。所以他现在为什么不打部队的？没有那么重点呢？他重点在打你的能源。今天已经12月了，到12月的话，它温度会降了多少？那让老百姓更厌战啊！保暖的没有，煮饭的电力也没有，所以这个是政治上的着手。第二个，军事上，今天红军城已经快要拿下来了，那后面的补给线都没有。另外，那个侵占俄罗斯土地那一块土地也快完成包围了，所以现在泽伦斯基已经是倾最后的力量，而且再加上川普的态度，他抓不到。拜登的给的资源也很有限，给的都是几亿美金，那个就是打鸡血了。因为拜登这点我很看不起他，战争与和平是多难得的。今天你还希望用乌克兰的士兵牺牲人命去替你消耗俄罗斯，而让那个战没完没了的打下去，伦策斯基没什么好谈的了，他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了，他非要干到底的。但是俄罗斯会让你这样善罢甘休吗？所以将来乌克兰会死更多，他4000万人口走掉，跟跑掉的跟伤亡的就1000多万，那你剩下三分之二的人口，你还打吗？去掉老弱妇孺，你还有多少年轻人可以牺牲呢？所以我讲政客的坏，你拜登为了报你川普输的这个私怨，让乌克兰的战争再玩下去，这是很不道德的。是，吴领事，现在乌克兰还有选择吗？吴老师哦，我们看到泽伦斯基这番话，我们如果解读一下，他说如果乌克兰现有控制哦，那有些被俄罗斯控制就算了吗？哦，现有控制的地方能纳入北约保护伞，可是北约保护伞不是早就被说加入北约无望，不会准许吗？乌克兰战争爆发，我觉得北约也要负一些责任，因为他让普丁的这我们讲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 那感觉他不安全是吧？普丁会想要做一些事情，他这次想说用加入北约来换这个所谓领土，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切实际哈，而且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未来如果真的乌克兰加入北约，那未来还有战争发生的时候，我想乌克兰本土战争发生的时候，北约可能就得进来了，那个不是等闲视之啊。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中美在非洲的这个，等一下杨老师会讲蛮多，但我对这蛮有兴趣是。中国在这边“一带一路”跟美国我们讲 PGI 是一个比拼了。2013年开始，中国在这边投资了超过了7000亿美元，美国大概700亿。那为什么差这么多啊？过去我们在讲这些政府投资，我们讲 foreign aid 外交援助的时候，西方社会发生什么问题？
他们最主要的是，当我们讲低度开发国家在拿到这些要找这些西方的资源的时候，西方设了太多条条框框了。你要改善你的经济，我们给你外援，不是让你去挥霍，不是让你去中饱私囊。他告诉这些非洲国家嘛，然后说你要改善你们人权，改善你们工作条件。我问你，如果你是这些发展中或是低度开发国家，你要拿这些钱太麻烦了，所以他就转向巴西，转向南非，转向中国大陆去拿这个所谓 ODA。这点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为什么中国在我们不用讲说这个70年代盖这个坦尚大铁路了哈，他在安哥拉这边，他在里面的尚比亚啊，都做了非常多的基础建设投资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中非这地方，特别是安哥拉，它产很多石油啊。那这条接下来这个所谓的洛比托走廊，它最重要的是将我们讲安哥拉跟所谓的刚果，还有这个尚比亚的西部接起来啊，让他们的所谓的矿藏可以往这个海岸去运出去。尚比亚当然高兴啊，它东边有坦尚大铁路，西边能接这个尚比亚两边渔翁得利，他当然很高兴哈，他们都要接受这个。那这个地方他们产很多铜，像我们讲的这个刚果啊、尚比亚产铜、镍，还有钴，还有什么稀土，这些都是电动车非常大的资源哈。中国大陆在刚果这边大概帮忙开采85%的稀土矿，大概呢还有80%的铜矿都是帮刚果开采，还有76%的钴矿，所以中国大陆在这边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经济投资。当然，它除了经济投资之外，我还在讲哈，它在卫生、外交援助上面也是非常强大的。早70年代在盖这个坦尚大铁路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派很多工人去那边盖铁路，那边有什么？有疟疾啊，我们知道那个疟蚊啊，飞得不该。带在脚踝那边，你叮了之后，它会在你身体产卵，所以得了疟疾的人，他会一直会复发。那中国大陆为了在那边保护他们的所谓的建铁路的工人，他们就要负责什么？产奎宁。所以早期的奎宁它是外贸买进来的，发觉不够的时候，中国大陆在那边自己产奎宁啊。那奎宁我们知道是对付疟疾非常好的一个药，所以其实中国大陆不管是在那边的一带一路，我们或者讲的卫生一带一路哈，都是非常强的，做非常多事情的。那拜登发现这个事情发觉不对，他说如果中国大陆在这边继续控制那47个国家，他们不断的在 BRI 我们讲一带一路，美国在这边慢慢被边缘化，不行，所以他在2023年哈，他就宣布要做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 PGI 哈，要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比拼。问题是你在做 PGI 的时候，你要必须知道说这些受援国他们要什么哦。你说这些受援国你们拿到中国大陆会让你们国家的经济恶化，或债务陷阱，其实我们做研究不是这样子哈。哪些国家容易拿到所谓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它除了我们讲经济发展落后之外，它有一些我们讲发展不平均的国家，中国大陆是去那边帮你扶贫，帮你资源分配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美国它除了给钱之外，他们知道怎么样帮忙这些人资源分配，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林老师，你最熟的非洲？我觉得拜登这一次去安哥拉啊，算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承诺了啊。拜登真的说老实话，我研究非洲这么久，大概没有一个美国的政府像拜登这么重视非洲啊。他的官员倾巢而出，几乎每个人都访问了非洲。那就等他，我们现在就后来等他嘛。他去年就说要访问，但没有成功，到今年最后卸任之前终于完成了。你想想看啊，第一夫人也去过啊，然后啊这个。国防部长 Austin 也去过 ，Blinken 啊，这个也去了，然后连这个商务部长 Raimondo， 然后连叶伦啊，财政部长老太太，非洲有什么跟他有财政的问题？都是中国嘛，应该不是，他们都去了啊。然后联合国的那个大使，驻联合国大使单独访问非洲就访问了4、5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拜登政府跟别的政府真的不一样啊。我觉得包括这个有非洲背景的奥巴马跟拜登相比都没办法比。但是成效如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家会去关注的嘛，因为你前面一段时间在奥巴马开始重视非洲，然后川普说非洲是这个茅坑茅房，然后就完全不理非洲。那现在到了拜登这么努力去扭转这个情况，但是呢，还是犯了一个我常常讲的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还是喜欢去访问几个特定的样板国家，譬如说肯亚，拜登跟肯亚关系现在不错，肯亚现在正在担心川普上台之后，他们跟拜登签署的这些贸易协定会不会没有了？然后，
第一夫人跟拜登跟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跟这个布林肯国务卿都访问过肯亚，你看重复率很高。安哥拉也是，国防部长也访问了这个那个国务卿也访问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是挑他们喜欢访问的。那这一点就是说还是重视比较大的国家。那比较不像中国大陆，比如说王毅出访的时候，几乎有些很奇怪的国家、人权不好的国家，他们照样出访习近平会去访问那些我们认为有争议的国家，但是美国总统绝对不会，所以这个是美国在非洲留下来一个比较不好的印象。可是这一次，我真的觉得是说，美国拜登如果今天贺锦丽赢了选举，说不定这个政策重视非洲的会持续，因为贺锦丽也去访问非洲了嘛，所以我就说所有的人都去了。那但是今天又碰到川普回来，整个非洲就错在那边等就觉得说哇，是不是又要回到2017到2021年这4年，川普根本完全没有把非洲放在心上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就是说做一个对比来看的话，真的是我还作为一个非洲研究学者，我还是要给这个拜登安个赞。这么老的年纪还要跑安哥拉，当然大概跑过安哥拉以后回去退休之后可以跟这个 Jill 拜登去分享一下，我们2个人分别去了安哥拉，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就招待我们有什么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国际媒体在关注，当大国之间在博弈的时候，其实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是最为难的。这突然冒出来一个新闻 ，Uniqlo 它在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分店，但突然在接受英国的媒体 BBC 访问的时候，冒出来这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刘景正说，希望接下来他们优衣库分店本来是900到1000家嘛就被问说，那你的衣服是不是使用新疆棉呢？他回答，没有使用新疆棉，这太政治化了。我们就说到这里吧。那当然，后来被媒体所报道的标题内容都是说 ，Uniqlo 宣誓不使用新疆棉。因为这已经是前一波2年以来第一次 Uniqlo 突然的表态反而引起了现在大陆很多网友说要去抵制吗 ？H&M 都已经凉了吗？那还有 Uniqlo 多款的纯棉制品根本就没有标示产地，到底是哪里的呢？大陆店员被问到也说不清楚来自于哪里。毛宁还特别为这件事情做了回应。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我们希望有关企业能够排除政治压力和不良干扰，独立自主，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商业决策。因为企业对这件事情要不要在大陆做生意除非你不做。如果你要做大陆的生意的时候，当然这件新疆棉的事情就会被像 Kevin Klein 他的母公司也说对于新疆棉抵制啦，就被以歧视为由，在各种的违反市场交易的原则等等就加以处置，甚至遭到抵制。这些品牌影响的是整个营收，像 Nike 好了，上个季度直接营收大跌10%，大中华区的营收年减4%，这个才是营收很现实的白花花的钞票，营收大跌所以 H&M 呢在中国批量关店猛，他就形容是这些所谓抵制新疆棉的企业就要清楚，接下来在中国大陆的产业或它的门店，自然就会被大规模的可能不管抵制拒买或者是就再也没有市场了吗？2023年新疆外卖的进出口总值还是破了3500亿，新疆棉事件之后再创了历史新高，整个年增长率是45.9%，所以影响不大吗？因为我们看到新疆棉现在所公布的官方画面都是怎么样？都是整个机器化的作业，这个画面里面采收的棉花一片白茫茫，一眼望不完的，都是机器在采收。这个血汗棉花，当然他们公布这些画面都是要打脸西方说是强迫劳动的说法，但是目前以2023年新投入的7000台采棉机来讲，全面机械化已经是势在必行，也正在做的事情。而且有一个让大家好奇，原来人民币主要的成分产原料还是棉花生长在新疆这一些条件环境非常好的石河子棕色棉花，其中一种可以拿来做衣服之外，还做他们的人民币的纸币俄乌战争消耗大量弹药，欧洲军火库也是担心被卡脖子，跟什么有关系？
火要绵，所以显然这个绵呐是有多么的重要，否则连炮弹都会受到影响吗？那在美国的部分，川普2.0，川普扬言要苛征墨西哥跟加拿大25%的关税，当他的朋友也一向蛮危险的了哦。杜鲁道就说呢，要在29号晚上跟川普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同行的还有谁？公共安全部长啦，这些事情来讨论关税有没有用，不知道。但《纽约时报》报道被酸是拿错剧本，怎么说？《纽约时报》说，中国大陆要对抗川普的新招数是发起供应链战争啊，无人机啊，大选权被中方制裁啊，就是其中之一。那《环球时报》回应就是说，被制裁这个无人机被制裁原因是因为对台军售，还是拿错剧本啊？张飞打岳飞，张冠李戴了吗？那当北京政府说欧洲不应该允许其贸易政策是由华盛顿决定，不用跟着美国后面的屁股走嘛，所以跟柏林、德国要进行各种实务的互惠的合作，欧洲是不是会走自己的路？看到画面是川普跟马斯克在同台情同父子的画面，那个马斯克为了要逗乐川普，还要跳起舞来嘛，这个让劲歌热舞来引起川普的欢心哦。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粉丝是嗨喊说情同父子，但历史性的里程碑，阿根廷小麦要迈入中国大陆，川普随着他要重返白宫时间越来越近啦，誓言的加征关税，阿根廷也很怕，所以只好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嘛。帅将军当然在川普2.0准备回归前，各国各地都在做准备，但是企业的选择却是充满了风险。当然，因为川普这种不确定性，而且非常狂傲的那种个性，那每个国家都踹了蛋呢。因为你这个自由贸易是大家赖以求生存、国家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准则了。你把它破坏了，小院高墙，生意都不要做了。关税是短多长空啊，对美国。可是你短多了，我们就短啦，就少收入了，谁都受影响啊。你要晓得，跟美国贸易最大的国家是谁？加拿大也加墨西哥，第二个是墨西哥，第三个才是中国大陆。他为什么要这样搞？照理讲，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国一样啊，巴里啊，他就拿这个来堵你中国的嘴。中国不好讲话啊，我自己的哥们。这个加拿大我都加他20%啊，墨西哥对不对？也是他的附庸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商人的政策就用商人的角度去评估它，一切都可以谈。就注意这句话啊，台面下面交易什么东西我们看不到啊，一定可以谈。第二个讲这个新疆棉，我记得我买衬衫的时候，那衬衫价格差很大，结果商家跟我讲，你这个是精梳棉。为什么叫精梳棉？棉花的纤维很长，做出来的纺织品品质价位不一样，这是纺织品啊。在军火工业来讲哈，我到德国曾经到曼氏集团里面去看到一部车子，有10几组轮子，就是一个平板车，下面10几组轮子，它开在那个水泥地有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它那个车的板上摆一杯水，满满的一杯水啊。那个车子在那上面乒乒乓乓，那个轮子上上跳下，那杯水都不溢出来。我说你花那么大价钱做这个车干什么呢？我是运硝化甘油的，硝化甘油是火药的主要材料，但是硝化甘油有一个问题是最不稳定，你把它甩地下它就爆炸。它一定要用新疆棉跟它混合，它这个炸药才能够稳定下来，才能制作炮弹、制造发射药。所以这个新疆棉呢，不只是纺织业也要用，在美国眼里看这是战略物质，所以想尽办法去丑化什么血汗棉。7000台这种大型的采棉机，人工还有存活的余地吗？你想一想嘛，你用人工采，我用机器采，你还活得下去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认知作战呢，可以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你反正是匪夷所思。所以 Uniqlo 这样子得罪了以后，它是靠廉价，可是新的样式取胜的，对不对？现在马上大跌，你非关店不行，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民族自尊心特别高啊，
你在搞歧视的问题，他不给你报复才怪的。是内卷的很厉害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手上一直告诉大家说，他的关税武器一定要用，但是各国之间怎么用，包括了欧洲也怕，或者是中国大陆跟其他盟国也一样。其实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上任前就喊着关税要给这个旁边他唯一接壤两个国家一点这个颜色瞧瞧啦。果不其然 ，NAFTA 结束，换成美加墨协定啊。那当然，美加墨协定，2018年9月30号正式同意，10月1号开始执行。那这最主要是让美国的酪农业可以进入到加拿大，很多的利益可以哈，然后让主要的汽车制造能回到北美洲。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哈。那当然，他在这个美加墨协定之前，他还喊出一个要科加拿大，就2016年17年，他要科加拿大跟那个墨西哥钢铁跟铝的关税。哇，这科下去不得了。其实那个时候就发现说，你科了钢铁跟铝的关税之后，美国本地生产的汽车价格上升了。结果是什么 ？Toyota 跟 Honda 叫苦连天呐、啊。结果日本跟韩国说，你一科我们盟友这什么都受损了。所以这就是你科关税的时候，不仅仅你本地的东西会上涨，好物价会通膨，你的盟友都要受害。川普他学到了，好用，我这次照样用。所以他就说加拿大你很多非法移民，我们知道是墨西哥有很多非法移民跑到美国，其实他说加拿大也有啊。对，他就说那你没有管，我就科你，这是就要再科你关税哈。为什么这个杜道很紧张，就跑去感恩节跑去跟他吃感恩节大餐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去年的时候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概75%，墨西哥是83%，哇，很高的。那他接下来又要用关税来找这两个国家的麻烦哈。我觉得，当然有一说法是说，这就破坏了那个美墨加协定啊，你都自己协定都弄好，你为什么又要再继续科加关税呢？再走这个反自由贸易呢？啊，你再继续教训你的这个旁边的人。另外一说是你有可能又会伤害到铁锈带啊，密西根、俄亥俄、Illinois 跟 Texas 的汽车工业。好，那当然这个东西它是双面刃啦。我想这种双面刃对于这个美国国内的经济，你用关税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或者造成更多的通膨、物价上涨？我们还是要观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现在世界经济的风险是在美国吗？因为美国川普2.0来了，严老师。当然，我觉得他这个所谓比较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啊，而且他认为关税好像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对自由经济这个国际的这个自由贸易体系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而且会造成很多的后果。但我要提一下新疆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真的是对这个事情这种议题关心，第一个要有足够的证据，第二个，请你们稍微一致好吗？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衣服比较容易抵制，那你为什么不去抵制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里头好多稀有金属都来自我非洲研究的刚果，还有很多的童工在那里。那大家怎么不抵制？你抵制说，不能要抵制貂皮，要抵制钻石。那你为什么不抵制手机？没人敢抵制手机。所以我觉得说，今天要抵制，请你查清楚事实，